刘秘书你好，你有事吗？我叫陈良，想邀请贵公司总裁林总参加我的婚礼。我陈家仰慕林总已久，希望能给个机会见上一面。想起来了，他就是大小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在一起的男朋友。不过看样子，他还不知道林总就是她丈母娘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请示林总的。林总，大小姐要结婚了。我不允许你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凭什么？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什么事都听他妈的安排。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，懂吗？够了！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你都要横插一脚，连我这场恋爱你都要反对，我受够了。这个家我不待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只会更幸福。没有你，我只会更幸福。备车备礼，我要去参加玉儿的婚礼。林总，当年小姐和您闹得很僵，她终归是我女儿，现在要结婚，我林家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好的，林总，锦绣家园那个开发项目就交给陈家做吧。林总，那可是上百亿的项目，给谁做都是做，不如交给他们。林总，这就当是我给女婿家的一点心意。妈，我今天结婚，你能来吗？新娘子可以下楼了。让叔叔久等了。不久，陈良那臭小子能娶到小玉你这么漂亮贤惠的老婆，真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叔叔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阿良人也很好，勤奋又上进。走，先上车。今儿个大喜的日子，别错过了时辰。小梁他已经在家等着了，你先过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阿姨，这都等多久了，人还没到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那今儿个我得好好给他立立规矩，不然他还真以为自己过来当大少奶奶了。小玉，你今天真美。迎新娘过门。等等，想当我陈家的儿媳妇，先把这个签了。双方财产均属于婚前个人财产，婚后共同所得需重新开户储蓄，日常消费依照个人所得进行比例划分，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对方储蓄财产。阿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年头人心难测，就怕碰上有些心怀不轨的女人故意骗婚，嫁过来光想着当少奶奶拿钱享福，这协议就当是上个保险。这还有份补充协议，如果你跟我儿子离婚，你要单方面净身出户。我和陈良3年的感情，互相知根知底，你居然认为我是不怀好意嫁进来，想图谋你们家的家产？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想什么谁知道呢？我要是真在乎钱，至于连你家1分钱彩礼都不要吗？车子、房子、金银首饰，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。你觉得我图你们家家产？那是因为你不敢提。我不敢提。我陈家在南省也是有头有脸的生意人，连首富都接见过我家。你这种人那是高攀，能让你嫁进来不错了。阿姨说的对啊，正所谓娶妻不嫌毁3代，可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。陈良，你知道这件事儿？我这也是刚知道。你怎么想？我妈也是为我好，你就签了吧。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这婚前协议就是废纸一张。陈良，你居然也让我签？
好，很好。陈家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当年大小姐离家出走后，您不放心，暗地里给了陈家不少商业资源。如今陈家也算小有势力，但和大小姐比起来，还是门不当户不对。罢了，这都过去3年了。她想嫁就嫁吧，只要她能幸福就行。林总，南省首富何先生和北省首富张先生听说大小姐要结婚，也备好厚礼，正赶往陈家。这2人倒是消息灵通，他们都准备了什么？目前不太清楚，但总价值应该过亿。为了得到我们集团的支持，他们也是煞费苦心。狄阿姨，好消息！南北2省的首富已经备好厚礼，正在来到和阿良哥哥结婚的路上呢。南北2省的首富资产过100亿，平日里想见一面都难，居然会亲自前来道贺。陈家不愧是本市豪门，这么大的面子，未来可期啊！看到没？这就是我陈家如今的地位，就连2位首富都亲自来送礼。这婚前协议，你要是不签，这婚就甭结了。阿玉，我妈从小照顾我长大，不会害我。这协议也是为了咱们好，免得以后有人说3道4。你就签了吧，难道我们的感情还经不起一份协议的考验吗？除非你真是奔着我家钱来的。你居然也这么想？阿玉，你看看周围，要是你不签，他们肯定会觉得你贪慕虚荣才嫁给我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阿玉，为了我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婚礼，你好好想想。好，我签。签好了。阿玉，委屈你了。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够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。新人进门。慢着，婚前协议我都签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新媳妇过门都得立规矩，刚好大家伙都在，一起做个见证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异性的联系方式。第2，每天不能晚于9点回家。第3，家里1日3餐、洗衣拖地全都得你来做。第4，工资全部上交，让我儿子来管。第5，不能穿露胸、露腿、露腰的衣服出门。第6，无论去哪儿都得向我儿子报备。讲完了吗？这最后一条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1年内必须给我陈家生个男孩，要怀上的是女孩，你自己老老实实去医院打胎。我陈家可不喜欢女娃。还有吗？暂时就这些，如果我想到新的，会再加上去。你们欺人太甚，古时候的3从4德都没你们陈家规矩过分。你们欺人太甚，古时候的3从4德都没你们陈家规矩过分。过分！以我陈家现在的地位，多少女人挤破头都进不来，让你守几条规矩还委屈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想嫁给我儿子，这些规矩全都得给我老老实实遵守。对了，要是违反任何一条，就给我滚出家门。陈良，你自己说，你妈这些规矩合适吗？妈，这些要求确实有点过分，要不算了。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你从小到大就老实，要是妈不给你把规矩立好，到时候头上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。阿玉，我觉得我妈说的其实也有点道理，要不你就接受了吧。陈良，我是嫁给你做老婆，不是给你们家当奴隶。这些条件我一个都不可能答应。不同意，别想进我陈家门。本来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当儿媳妇的料，长得跟个狐狸精似，天知道什么时候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。倩倩，过来。好嘞，阿姨。瞧瞧倩倩这长相，这脾气，最主要是有家世背景，跟我儿子那才叫门当户对。阿姨过奖了。行，
那你问问他，如果是他，会同意这些规矩吗？倩倩可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知书达理，温良贤淑。要是她来当我儿媳妇儿，当然不用守这些规矩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凭什么跟人家比？感情这些规矩，都是针对我立的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贪慕虚荣、随时都会出轨的放荡女人，是吗？阿玉，我妈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妈这么喜欢他，那你去娶她呀！阿玉，别说气话。妈，你知道我只喜欢阿玉，不可能娶别人。阿玉，你消消气，我妈终归是为我好，这些规矩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反正咱俩结婚后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，那就算同意也不影响什么。没什么大不了，亏你说得出来。你当我是你家下人吗？连穿衣服都管，怀了女孩就要去流产，你当我是什么了？大家闺秀当然对穿衣有要求了，而且越是陈家这种世家，越在乎传宗接代生男孩。这些规矩我都能接受，就怕有些人做了亏心事，心虚怕被发现，所以才不敢接受。看看人家倩倩多懂事儿，哪像有些人挑三拣四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儿子喜欢你，说什么非你不娶，我说什么都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。妈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我说错了吗？倩倩家境好，教养好，懂事乖巧，不像这骚狐狸精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光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大家看看，结婚这么大的日子，娘家连个人都没来，说不准老家是什么穷乡僻壤的山坳里的，来不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人小玉多好一姑娘，怎么就配不上咱家了？小玉啊，你婆婆就这么个性子，你别和她置气。老头子，你哪边的？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咱儿子好？你闭嘴！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我闭什么嘴？要不是看在他跟我儿子谈了3年，我都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。现在让他守点规矩怎么了？我还能害了我儿子不成？你这女人，简直胡搅蛮缠！小陈总，小陈总，锦绣家园的项目，咱们公司中标了！什么？那可是上百亿的大项目啊！恭喜陈叔叔，恭喜丁阿姨！瞧瞧，我陈家现在蒸蒸日上，多少人想嫁进来都没这个福分，让你守点规矩，跟要了你命似的，不识抬举。这新娘子看不清局面，陈家现在被首富看中，又中标锦绣家园的项目，未来必定是本市一大豪强，居然还在这里耍性子。就是，别说7条规矩，哪怕100条规矩，都大把女人想嫁进陈家，那可是泼天的富贵啊！我看呐，他就是恃宠而骄，分不清主次。这婚你要是想结，就老老实实守规矩；要不想结，就赶紧滚，别耽搁大家时间。你们说的太过分了，小玉她……申平，陈良，你没钱的时候，我陪你吃盒饭、睡公司，做30个小时的硬座，陪你去谈业务。就算我自己不吃饭，也要买肉给你补身子。你现在就这么对我？阿玉，那都以前的事儿了，咱家不是有钱了吗？要不你还是听我妈的吧。阿玉，你别哭啊。陈良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你跟你妈去结吧。阿玉，你别说气话，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结婚呢？小事？你妈现在就这么刁难我，我嫁给你以后日子还怎么过？我妈都是为我好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什么事儿都听你妈的，一点主见都没有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谁让你这么说我妈？你现在不嫁给我，还能去哪儿？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什么事都听他妈的安排。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，懂吗？乖乖听我妈的话，这件事我不和你计较，咱们安安生生的把这个婚给结了。这婚我偏偏就不结了，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管不着。不想结可以呀，把这些年我儿子在你身上花的钱全都吐出来。
这些年我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，一笔一笔我都记着呢，不解就全部还给我。陈良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了你放弃了什么，但你居然心里一直算计着在我身上花的钱，可笑，真可笑！唉，早知道当初离家的时候多带点衣服出来了，没想到几十万一件的大牌这么不经传。等，阿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去商场给你买了几套衣服，好贵呢，几百块一件。谢谢老公，老公你真好。你也真是总喜欢穿假货。我记得这个牌子的真货起码要几十万美刀一件呢。嘻嘻，那我扔掉，以后只穿你给我买的。哼，放弃再多也没我儿子给你的多。这是我妈给我的，不是你儿子买的。我儿子没少在你身上花钱，就算你妈给，也得摘下来抵债。儿子，把他按住！敢推我，还想跑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他是谁？婚礼当天这样对待新娘，这就是你们陈家人的素质吗？她是我陈家的儿媳妇，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当然有资格管，因为我是他妈。他坐的那辆车可是限量款，至少都得上千万。新娘子家原来这么有钱吗？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就那么几个，什么时候多出这么个生面孔？儿子，你之前不是见过他妈吗？他到底干什么的？居然买得起这种豪车？我记得当时见面，他妈跟现在不太一样。阿月，你说你妈性格严肃，管你管得很严，她不会看不上我吧？放心啦，我妈其实嘴硬心软，平时最疼我了，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妈，你怎么穿这衣服啊？你就是陈良吧？阿玉经常和我提起你，说你工作上进，为人踏实，勤奋能干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阿姨您过奖了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好了。那个阿姨您先坐，菜都点好了。好，服务员，上菜。阿姨，您尝尝这个，是这里的招牌菜。阿玉，你也吃。小梁啊，阿玉给我说你们俩是真心奔着结婚去的。阿姨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我此生非小玉不娶。孙阿姨多嘴问一句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孙阿姨多嘴问一句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这个主要得看我妈。小梁，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，为什么要看你妈呢？难不成你妈妈不同意？不，主要是我妈认识不少大师，她说能帮我们选个良辰吉日。现在还有人信这个？妈，这不图个吉利吗？那你们结婚后是单独出去住吗？当然是和我妈一起住了。据我所知，你事业已经走上正轨了。如果是买房子缺钱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些积蓄。买房子怎么能要您的钱呢？主要是我妈说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，和我妈一起住也方便照顾她。每次她发脾气，我爸都劝不动，只有我的话好使。那你们考虑好要办什么样的婚礼了吗？我妈的意思是在我家办婚礼，热闹些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在那个高级酒店宴会厅办婚礼吗？阿玉，这不是我妈觉着家里面更好吗？你就当是满足老人家的心愿，别闹脾气了好不好？什么都是你妈，我看你心里就没有我。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尽尽孝心吗？妈，依我看，他这豪车多半是租的。真的吗？没错，上次我们见面，他妈身上穿的裙子都是地摊货色，充其量几十块钱，身上连件首饰都没有。这才过去几年，怎么可能买得起上千万的豪车？曲玉他妈，
我说你也用不着这么死要面子，没钱就没钱，租车来摆话有什么意思？我租车？不过既然你租得起车，那就顺便把你女儿欠的钱还了吧。你欠他们钱？妈，我没有。没有？你跟我儿子在一起这些年，白吃白喝白住都不要钱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些钱全都给我还回来。陈良，整整3年，我从没让你送我任何礼物，家里饭我做，家务我做，现在你让我还钱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少在那装无辜，没有收礼物，难道就没花钱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账一笔一笔都记着呢。够了！婚礼被你搅黄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让儿媳妇还钱，让外人知道该怎么说咱们。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倩倩，你说这钱该不该还？陈良哥哥给她花钱，前提是她得能嫁进陈家，现在都嫁不了了，这钱当然要还了。还得是倩倩懂事，这才是我陈家儿媳妇该有的样子。我家阿良要是娶了你啊，不晓得日子多兴旺。听见了吗？不嫁就乖乖还钱。行，那你说说看，我女儿到底哪儿花你们陈家的钱了？哼，让你好好瞧清楚，这一笔一笔账都记在里面呢。7月18日，西餐花费共计2580。那天我说在家里吃饭，你非要去吃西餐，现在全部算在我头上，你就一口没吃吗？我儿子以前都在家吃我做的饭，就是跟你认识以后才在外头吃饭，这难道不该算你头上？好，那这个3万的手镯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明明是我送给你妈的礼物。哼，那还不是拿我儿子的钱买的？这是我在你们家公司谈业务赚的奖金。你也知道是在我们家公司，这些钱是不是公司给你的？公司给的就是我们给的，那现在让你还回来，天经地义。够了！这3年许玉跟着陈良到处跑业务谈生意，吃了不少苦才有咱们家今天。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爸，你吼妈干什么？妈都是为了我好。就是，而且什么叫吃了3年苦？缺他吃还是缺他喝了？还从咱们家公司赚钱，存款也不少了吧？都得给我还回来！平时家里头饭是我做的，衣服是我洗的，我这几年连一件贵一点的衣服都没舍得买，钱都给你儿子花了。那是我儿子有本事，不然你怎么不给别人花钱？我儿子都跟我说了，之前你们第一次见面吃饭，你这个当丈母娘的身上连件首饰都没有，穿的还是地摊货。今天结婚，女儿嫁人的嫁妆首饰什么都没准备，是不是还打算结完婚来分份子钱啊？谁说我没给阿玉准备嫁妆？瞧瞧你自个儿，一身的假货，别是就准备了2床被子当嫁妆吧？假货？少在那血口喷人！我妈所有的衣服都是高奢定制，笑死人了，还高奢定制？你身上这些国际大牌，如果是真货，想要找品牌公司定制，每年最少要在他们品牌消费800万。要真是定制，你全身加起来最少都要3000万。知道3000万什么概念吗？你这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。你要真那么有钱，你女儿用得着跟我儿子耗着吗？别人女朋友想着法子补贴男朋友，你女儿连1分钱都没从娘家拿来过，还从我老陈家赚钱，不就是个穷妈？别以为今天穿一身假货就想装有钱人从我家骗钱，门都没有！陈良，你妈太过分了，她看不上我就算了，还羞辱我妈。我妈说的本来就是事实，你要不是知道我早晚有天会发财，你会跟我这么久吗？你说什么？这就是你3年前不惜离家出走也要跟的男人。3年前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他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妈，你看阿良很有上进心吧？对了，你今天怎么打扮成这样？我暂时不想让他知道咱们家的实际情况。妈，你不会觉得他会看上咱们的家产吧？这样也太不尊重人了。我这是为了保护你，社会很复杂，听妈一句劝，他的话你还是再考虑考虑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咱们家有钱？要真只是嫌他穷，妈倒还不至于这么反对。问题是你们的婚礼，他一点安排计划都没有，甚至连婚礼办成什么样子都要他妈来决定。你和他结婚，你迟早受不了的。妈，阿良这是有孝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有孝心和事事听他妈的是2回事。到时候一旦你跟他妈有矛盾，他一定站在他妈那边。自古婆媳不两立，我不想你受委屈。阿良才不会。妈，我
我错了，是我没看清他。至少现在没嫁过去，还不算晚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赶紧把钱还了！我儿子一天几十万上下，这时间你们当个得起吗？我女儿放弃了一切陪着你儿子，这些年帮他操持家里、打理公司上的事情。要不是我女儿，你们陈家能有今天这份家业？现在你们不但欺负我女儿，还要她赔钱。照你这么说，阿良哥哥能有今天，全都是靠你女儿喽？你以为陈家这些年的业务都是哪儿来的？你不会想说是你和你女儿给的吧？当然是阿良哥哥辛苦奔波谈来的。他辛辛苦苦把陈家经营到今天这个规模，你女儿无非是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、做做饭，充其量就是个保姆。就是像他这种没文化的农村老家出来的人，能跟我儿子就是天大的福分了。现在让你赔点钱还不乐意了，知不知道多少姑娘倒贴钱都想跟我儿子在一块儿？还说什么放弃一切？你们有啥可放弃的？够了！亲家母，今天这事儿是我们家的不对。死老头子，你哪头的？我哪做的不对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看着人家妈长得好看，想讨好人家是吧？你说些什么胡话呢？你敢打我妈？我可是你爸，那也不准动我妈！真是好一个大孝子。本来今天只要你们给我女儿道歉，取消婚事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。我过分你又能怎么样？哦，差点忘了，你可是一身衣服都要3000万的豪门，你是准备给我展现一下你的实力，让我后悔吗？穿一身假名牌，还把自己当真豪门了？你们刚刚不是说我没有给女儿准备嫁妆？那就好好看清楚了，我原本准备好的嫁妆。马上过来。准备的挺齐全啊，连道具都有。丁阿姨，你看他们还说不是要骗婚，我倒想看看这骗子母女俩到底都准备了些什么。这一个箱子最少都有500万吧，加起来不得几千万啊！这是我原本给阿玉准备的嫁妆钱，每箱500万，一共4箱。继续。这是设计师谢青设计的12生肖金首饰，每套首饰4公斤。谢青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，哪怕挂去我们要300万。如果是他亲手设计，每套首饰价格不会低于1000万，而且每套4公斤，光成本都得上千万，算上设计费，总价值过亿啊！这些彩礼全部加起来都快8亿了，就算是南北2省的首富，也未必能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钱。新娘子家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但凡你们今天没有刁难玉儿，安安生生的结婚，这些本都是我女儿带过来的嫁妆。嫁妆，所以这些本来都会是我们陈家的。这份嫁妆比他们陈家整个公司都值钱啊！只能怪他们有眼无珠，没看出来新娘子家的底蕴，现在和泼天富贵擦肩而过，可惜啊！要我说，许玉这些年可没少帮他们家做事，临到结婚，这婆婆非要给人立规矩，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吧？这些本来都该是我陈家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亲家母，其实这是一场误会。刚才我只是和小玉开玩笑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羞辱我女儿，以为一句玩笑话就能一笔带笑。晚了。你呀，都说了不要跟你妈一个德行，你就是不听。陈叔叔、丁阿姨、阿良哥哥，别听这2母女胡说八道，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假的。假的？伯母，你想想，如果他们家真这么有钱，怎么会这么多年从没给过许玉钱？许玉用得着和阿良哥哥辛辛苦苦打拼吗？还要你们家给他发工资呢。把首饰放下，弄坏了你赔不起。赔不起？你是怕我看穿你们的手段吧？阿姨，这首饰是假货。假货？没错，我们家和谢青大师的公司有合作。谢青大师早就说过，3年内不会亲自动手设计首饰品。可阿良哥哥3年前就和许玉谈了恋爱，请问你们这些首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
你的意思是这首饰是假的？可看黄金的成色，似乎不像作假呀。阿姨，现在做假货水平可高了。我朋友是谢青大师公司的产品鉴定官，我们把他叫来，一验就知道真假。喂，贺总啊，我这边有件事需要你帮忙，麻烦你过来一趟。好的。贺总，有人说这是谢大师定制的12生肖首饰，你看这是真的假的？这制作的手法工艺倒是和谢大师很像，但谢大师对外出售的作品都会在角落里刻上他的专属印记。看，谢大师会以一只飞燕作为标记，但这里的印记却是双飞燕。刘小姐，这套首饰是你的吗？我们公司对这种假冒伪劣产品向来是严厉打击，要追究法律责任。我可从来不会用假货，这些首饰都是新娘子她妈带来的，还有一堆现金，别墅超跑，说是新娘子的嫁妆呢。这里所有的首饰，我以职业身份做担保，绝对是假的。阿姨，你看看，说什么黄金首饰，还不是一踩就歪了？他们分明就是想用这些假货来谋夺陈家的家产啊！好你个小贱人，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给你吃，给你穿，给你住，你居然跟你妈合起伙想骗我家家产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没完！老实交代，这些假货是从哪儿来的？敢冒充谢大师的作品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我和谢大师是多年至交，他给我女儿准备结婚用的嫁妆首饰时，为了凸显这套首饰的与众不同，这才特意以双飞燕为标记。你居然会认成假货，看来你这鉴定官也不合格啊！笑话，我入职这么久，从未听说过谢大师有什么至交好友。贺总，这些人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，要我说就上报给谢大师，到时候谢大师亲自追责，看他们还嘴不嘴硬。行，我现在就速去公司，只要10分钟，我就带谢大师过来。儿子，你看看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亏你之前还帮他说话，他们这是合起伙来骗你钱呢。阿玉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。哪种人？如果钱还不上可以慢慢还，我也没给你算利息，毕竟咱们这么多年感情。可没想到你居然联合你妈骗我。陈良，我这些年用的都是自己赚的钱，头2年公司收益不好，你们一家人都靠我养着，现在你说没给我算利息，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胡说八道！我们家什么时候要靠你养着？小贱人居然还想倒打一耙！我儿子幸亏没跟你结婚。阿玉，你变了，骗我就算了，甚至连自己都骗。公司创立的前2年，经营不善，入不敷出，每个月还要还银行的欠款，家里面连吃饭钱都没有，是我变卖自己的衣服、包包、首饰还贷款。是我兼职3、4份工作，每天凌晨3、4点才睡，早上5、6点又要爬起来去公司跟着你儿子跑业务，整整2年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不可能，我们家的钱明明都是我儿子赚来的，全都是公账，一笔一笔都能查清楚。那是为了照顾你儿子的自尊心，我才把钱转到公账里，不然就凭公司刚开始那点业绩，怎么可能够你们一大家子的花销？我花什么钱了？从你儿子开公司起，你隔3差5从公司里拿钱，不是买首饰，就是跟你的那些姐妹到处去旅游，还私下把钱转到你的账户里。要不是我给你儿子撑，你们家公司早垮了。难怪陈家公司早几年资金链始终不稳定，感情是他妈在偷偷拿钱。自己亏空公司，居然说儿媳妇花钱，真是老不要脸。你呀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怎么可能？公司都是咱家的，我干嘛要偷偷拿咱家的钱？就算我真拿了，也肯定是为了儿子你好啊！万一有人偷偷在公司里做假账，偷拿公司的钱，我也能早点发现，不是？好你个小贱人，骗人不成，现在还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是吗？那你觉得你儿子会不会信你的话？儿子，你会相信妈妈的，对不对？阿良哥哥，
他们说这些就是想转移视线。阿姨做所有事儿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？没错，儿子，这母女俩就是不想还钱，赶紧还钱！还钱？我还没找你们要赔偿呢。我给阿玉的林家祖传的玉佩，价值10个亿，被你们给摔碎了，你们怎么赔？哪怕是当今市场上最顶级的玉佩，也要不了10个亿。你一块假玉就想要10个亿，真当我们跟你一样没见过世面？儿子，好好看看，他们母女俩就是想要骗咱们陈家的家产，连这种拙劣的碰瓷都拿得出手。愚昧无知，懒得和你们废话。带鉴定专家过来。是。装模作样，请个鉴定专家来就能以假乱真了？假的永远都是假的。好，很好，死到临头不知悔改，我一定要你们母子牢底坐穿。专家，你可要好好看，仔细的看，免得有些人拿着块假玉耀武扬威。这是专家，这玉佩到底什么来路？这做工和手法都相当高级，看得出制作者很有水平，但摔得太碎了，想要弄清楚真假和来路，得带回实验室去做鉴定。大概要多长时间啊？至少需要1周时间。辛苦了，这玉佩您就带回去鉴定吧。有些人运气可真好啊，又多了1周时间，不然今儿就得因为诈骗被送进去了。我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，1周以后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不会接受任何和解。我要把你还有你全部送进去。事到如今还在装模作样，要不是我替儿子把关，今儿还真就让你们想分我陈家家产的阴谋给得逞了。现在阴谋败露了，想跑啊？这些都是你们造假的证据，这么多假货，足够你们进去蹲个几10年了。记下来，起诉他们诽谤和恶意损坏星辰集团名下资产。是。星辰集团是那个市值万亿、掌握全国60%产业的星辰集团？难道许玉真的是星辰集团的大小姐？儿子，你今天去邀请过星辰集团的总裁，应该认得。他难道真的是？确实是邀请过，但只见到了总裁秘书。我陈家仰慕林总已久，希望能给个机会见上一面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请示林总的。等等，那请帖的就是他，星辰集团的总裁秘书。阿玉，所以你真的是星辰集团总裁的女儿？没错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早说我能看到你的真面目吗？当初我妈看不上你，为了维护你的自尊心，我才这么多年都没有告诉你。现在看来，幸好没让你知道，不然真就进了你们陈家这火坑了。编，继续编，弄一堆假货骗婚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冒充星辰集团的总裁。倩倩，可陈良送请帖的时候，可是亲眼见过这位总裁秘书啊。这位柳小姐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总裁秘书。或许是总裁秘书，可谁又能证明他就是星辰集团总裁呢？这母女俩肯定是花钱收买了柳秘书，毕竟一个小秘书而已，花点钱就能收买。你们就是想伪装成星辰集团的总裁，好骗婚，所以做戏做全套，强词夺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没脑子的蠢货？看看周围，全都是陈家的亲朋好友。既然你说你是星辰集团的总裁，怎么一个来道贺的人都没有？这合理吗？倩倩说的没错，如果你是星辰集团总裁，上赶着巴结的人不计其数。今儿可是你女儿大婚的日子，连娘家的亲戚朋友都没来，该不会是觉得你们这对骗子母女丢人，不敢来吧？不说是豪门吗？亲戚呢？客人呢？怕是连亲戚朋友都骗，现在根本没人愿意跟他们来往啦。你放屁！南北两省首富为了大小姐的婚礼特意赶来，谢大师也说了会亲自来上门道贺。这真是我见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南北两省的首富分明是冲着我陈家的面子才来的，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？也配2位大人物赶来？
造假谢大师的设计品，居然还敢说谢大师会亲自来道贺，骗人骗多了，自己都当真了是吧？你们！不用和他们浪费唇舌，等水落石出，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终于做好了，我辛苦大半年才弄出来的设计品，配林总的女儿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谢大师，这是您仅此一件的孤品，如果拿去拍卖，最少能卖3000万，真的要送出去吗？你懂什么？当年我还是个无名小卒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是林总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创作才有的今天。别说3000万，就算3个亿也不足以偿还林总的恩情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当初您听说林总女儿到了婚嫁的年龄，甚至放下其他工作，打造了12生肖系列。没错，赶紧备车，得赶在婚礼开始前到场。对了，谢大师，刚刚有员工上报，发现有人制作您的仿制品，您看要不要先处理一下？这种小事交给鉴定室不就行了？但那边的鉴定专家说有其他业务需要我们这边协助，据说涉及价值10亿的玉佩。算了，我亲自走一趟，早点解决，别耽搁我参加林总女儿的婚礼。走吧，再在这里多待1秒都是浪费时间。想走，先把钱还了。让开！哼，心虚了，想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们就完蛋了。再重申一遍，让开！住手！许月，我这些年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居然合起伙来骗我们全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没良心。你以为你陈家公司当年快倒闭的时候，第一单业务怎么来的？是我求来的。哼，怎么可能？对方公司负责人都和我说了，是看中我们公司的能力才签的合同。那是我让他们这么说的。你当年和对方公司负责人熟吗？他凭什么看中你们公司能力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你们公司的业务能力不足，配套设施也不完善，没有合作的可能。你走吧。宁总，咱们公司设施正在铺设，很快就会搭建完成。业务能力虽然不是最出众的，但性价比是最高的呀。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吧？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！宁总，求求您了，我们公司真的很需要您这笔订单。那我可以保证，我们公司所有的设施都会在半个月内配齐。如果合作中有任何您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随时修改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报价还可以降5个点。唉，行吧行吧，跟我来聊聊合同的事吧。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陈亮能有你这么个女朋友，真是他的福气啊！许，加油！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当时为什么不和我说？当时你妈病了，我不想你因为公司的事儿分神。阿玉，阿良哥哥，你可别相信这女人的鬼话，她连结婚都能拿假货来骗你，谁知道当初的业务怎么来的？说不定啊，是和别人上床睡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和阿良哥哥在一起之前连班都没上过，怎么可能会谈业务？肯定是用了这些下作的手段。难怪你每个月都能拿下那么多单子，原来是出卖身体来的，小贱人，真不要脸！陈良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儿子，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婊子，这些年指不定给你戴了多少绿帽子。是啊，阿良哥哥，他之前连班都没上过，突然能谈这么多业务，肯定是靠出卖身体来的。
我觉得你和我妈好好解释解释，如果你真没做，可以拿出证据来。终究是我看错了。阿玉，我是觉得误会该解释清楚。不重要了。妈，我们走。少在这装可怜！我告诉你，今儿个你不把钱还了，别想走！阿姨别忘了，他们还得赔偿精神损失费。精神损失费？他在外头做那些事儿，有损陈家、阿良哥哥还有阿姨您的名声，拿假货来骗婚，伤害了阿良哥哥和阿姨您，这些都得赔钱啊！对，听见了吗？你对我儿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？最少赔3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姓陈的，你觉得这钱我该赔吗？阿玉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我做出这些事，你肯定也会向我索赔。我妈找你要精神损失费，也正常。你妈当初生病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你爸住院吃不下东西，我每天顶着40度的太阳做好饭骑车送到医院。那时候你怎么不和我谈精神损失？你那是想骗婚，可不得想着法子讨好我们。讨好你，你也配？这些年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，要不是看在陈良的份上，我早就不想伺候了。正好，我也用不着你伺候。赶紧把钱还了，没钱就打欠条，这笔账你怎么都跑不掉。你女儿欠的钱，这欠条你来打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人让我打欠条。老婆子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些年小玉怎么照顾咱们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现在不但要人还钱，居然还让人赔钱，传出去咱们陈家的脸往哪儿放啊？想进我陈家的门，那都是他应该做的。我有逼他伺候我吗？都是他自愿的。我还是头一次见人把自私自利说得这么理所当然，难怪会养出这种儿子。都说富不过3代，看来你们陈家连第1代都维持不下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儿子在，我陈家迟早能成为本市，不是本省首富。阿良哥哥如今被南北2省首富看中，又接了锦绣家园的项目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们连见阿良哥哥的资格都没有。陈良，你也觉得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？你要嫁给我，本来就该孝顺我妈，所以我做的这些事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价值？你还想要钱啊？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儿媳妇不是自觉照顾老公爸妈的？阿良哥哥，你看啊，这女人还想找你要钱呢。阿玉，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勤俭持家的女人，没想到你居然也这么斤斤计较，拿照顾我爸妈的事来威胁我。我威胁你？行了，看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份上，钱你可以少还一点，不过别再得寸进尺了。这是我最大的让步。妈，我不想再吵了，没什么意义。好。怎么堵车？哎，老张，你也堵着了？老何，你也是去参加林总女儿的婚礼？那当然了，咱们集团和林总合作多年，关系密切。我特意准备了前朝佛像，价值5000万，为林总女儿庆婚。那你可就不如我了，我与林总情同姐弟，林总女儿就是我侄女儿，我准备的可是南海珊瑚，1000年难遇啊！姓张的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林总女儿什么时候称你侄女了？之前吃饭，林总女儿可是亲口叫过我叔叔。我呸！老不要脸的，林总能看得上你那破珊瑚吗？总比你的佛像好，谁知道是不是假的？哼！该到，必须比那老东西先到。妈，
咱们真的要和阿玉家上法庭对质吗？我还怕他们不成？拿一堆假货来骗婚，该心虚的是他们。可我们俩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。阿良哥哥，你让他打欠条，已经是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了。这种冲着你钱来的女人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收好这张欠条，因为马上你们就会求着把这张欠条还给我。装模作样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除非你是南北省首富那样的大人物，不然要我们求你做梦，你求我们还差不多。行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儿子，待会儿见到南北两省首富，记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可是南北两省的首富啊！如果能和他们合作，咱们家很快就能成为本市第一豪门了。首富马上就到了，识趣的还不滚得远远的！阿姨，先不急着让他们走。这母女俩用假货骗人，必须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差不多行了，既然两家做不成亲家，也没必要闹成仇人。死老头子，你到底站哪边的？你难道想让首富看咱们家笑话吗？算你们运气好，今儿放你们一马，回头要是钱还不过来，我照样报警把你抓进去。我们走。通知所有人，我女儿的婚礼取消了。是，林总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当初还为了这种人和你吵架，离家出走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咱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回家好好休息。去云端餐厅。何总，林总的秘书说，林总女儿的婚礼取消了。怎么会忽然取消了？他没和我说具体的原因。不管婚礼办不办，这都是和林总打好关系的机会。直接去星辰集团。什么？取消了？我听说林总女儿不是对那男人一往情深，非他不嫁吗？我有朋友在现场，好像是新郎家不知道林总的身份，当众羞辱林总和他女儿。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富贵。那咱们还去参加婚礼吗？去个屁！改道，去星辰集团，礼都准备好了，怎么都得送过去。这人咋还不来呢？先前不说就快到了吗？阿姨，别着急，说不定是路上堵车呢。还叫阿姨呢？妈，哎，那个谁，你赶紧去打电话问问，怎么人还没到？人可是首富，你一直去催，算怎么回事？那咋了？等咱们陈家飞黄腾达，到时候谁是首富还不知道呢。阿姨说的是呢，阿良哥哥这么能干，咱们以后能成为全省不全国首富。倩倩啊，等你嫁给小梁，可一定要用心照顾她，千万别像那骗子女人，光想着法子从咱们家捞钱走。阿姨您放心，我肯定当好一个贤妻良母，保证阿良哥哥不会为家里的事操心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媳。首富说了吗？什么时候到？说是不来了。不来了？这说好的怎么就不来了呢？首富怎么能不讲信用呢？阿姨消消气，首富事情很多，说不定临时有什么要紧的事。再说了，一位不来，不还有另一位吗？对，是哪一位不来了？我好安排别个把位置给撤了。是两位都不来了。这都什么人啊？说好的要来，结果临到头反悔，首富也不能这样啊！弄清楚了吗？我问遍所有的朋友，没人知道怎么回事。阿姨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许玉？你的意思是，首富肯定是知道许玉走了，以为婚礼取消了，所以就没来了。肯定是这么回事儿！快，去给首富他们打电话，
就说咱们婚礼改成订婚，照样举行。这小贱人走就走，还留这么大一堆烂摊子让我们收拾。回头我一定要告他们，让这骗子母女多赔点钱。妈，阿玉毕竟跟我这么多年，用不着再去告他们吧？你懂个屁！妈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你得让他们知道痛，才不敢再来纠缠你。首富那边怎么说？要继续来参加吗？首富那边没人接，但锦绣家园那边来电话，说要取消跟咱们的合作。肯定是因为那个小贱人。无凭无据，别随便冤枉人。不是他，还能有谁？妈，你这没凭没据的，怎么就确定是阿玉的错呢？要不是那小贱人在这闹事的消息传到星辰集团，害得星辰集团对咱们印象不好，否则怎么会取消合作？阿姨说的对呀，之前星辰集团看好陈家才选择合作，结果发现前未婚妻是拜金捞女，集团总裁肯定会担心合作受影响。我觉得许玉就是知道阿姨不让她嫁，才故意闹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让这个项目合作失败。两母女都是无耻的贱货，想毁掉我们的项目，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。我没想到阿玉居然这么恶毒。我早就说了，这女人就是个丧门星，娶不得。行了，要不是你先闹那么一出，会发生这些事情吗？妈，您消消气，其实这件事未尝没有解决的办法。芊芊，你有办法吗？我听说星辰集团的总裁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我们可以去星辰集团求见那位女总裁，讲清楚事情原委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对啊，咱们去和星辰集团总裁讲清楚，根本不是咱们家的错，都是那小贱人故意败坏咱们家的名声，项目就能拿回来了。那咱们赶紧过去吧，万一项目落别人手里就糟了。儿子，见到总裁记得一定要说清楚，这件事不是咱们家的错，都是那对骗子母女故意想败坏咱们家的名声。知道了吗？你们找谁？你好，我是陈氏集团的总裁，想拜会贵集团总裁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暂时不接待客人，下午再来吧。这集团也太不人性化了，这么紧急的事情居然还要午休，万一耽搁了咱们的项目怎么办？阿姨别急，我知道附近有家餐厅味道很不错，咱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立马过来。唉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宝贝，尝尝这个。乖女儿，那种人渣分了没什么好可惜的。我只是觉得自己过去这些年瞎了眼，浪费了我的青春。这天气热死人了，服务员呢？服务员呢？没看见客人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是4人用餐吗？眼睛瞎了，这还用问？赶紧把你们这儿最好的位置安排上。但那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。你们餐厅经理是我舅舅，你去给那桌客人换个位置，有问题找我。要不你们自己商量。哟，瞧瞧这谁呀？我和我女儿正在用餐，请你离开。还用餐呢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周围。这可是本市最高级的5星级餐厅，是你们这种穷鬼能来的地方吗？吃的还不错啊，上好的费力，光这一块牛排都得要几千块了，就你们俩穷鬼付得起账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马上离开，否则我会让人请你走。请我走？我告诉你，这间餐厅的经理是我舅舅，等我把他叫来，看看到底是你走还是我走。喂，舅舅呀，我在云端餐厅，有些事需要您帮忙，您能来一趟大厅吗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舅舅。舅舅，什么事要帮忙？舅舅，这两人是骗子，身上1毛钱都没有，待会儿多半要逃单，现在就把他们撵出去，免得他们待会儿跑了。这个餐厅都在我的名下，我会逃单。是，穿一身假名牌，真把自己当豪门了。你要不要说这栋楼都是你的？这栋楼确实是我的资产。装模作样，怕是连100块都掏不出来。如果你们再无理取闹，待会儿小心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去。阿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爱怎么说怎么说。阿良哥哥，你看他说话好粗鲁啊！徐玉，
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和狗当然不说人话。你骂谁呢？骂谁谁知道？一家子自私自利，满脑子只有自己的吸血鬼，没动手打你们，都算我有素质。舅舅，快把他们撵出去！这位女士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以先把这桌菜的账结了吗？我在这里吃饭，从来没花过钱。喂，是我，现在过来。装的还挺像，电话都没拨出去吧？真以为靠着你那身假名牌就能蒙混过关？这位女士，麻烦你立刻结账，否则我会让保安请你出去。如果你这么做，1分钟后你会后悔的。哼，你替我看着他们，我去叫保安过来。等我舅舅回来，你们俩就得像狗一样被扔出去，想想都觉得丢人呢。倩倩，不用同情这种骗子，他们罪有应得。你要是和你妈现在跪在地上为刚才骂我道歉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。如果你现在跪下向我女儿道歉，我也可以放你一马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着被扔出去吧。够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谁让你说话的？没你的事儿。把他们俩扔出去。是。住手！老板，这俩人是来吃霸王餐的。林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林总恕罪。这怎么回事？舅舅，他不是你们餐厅老板吗？怎么给这个骗子下跪？我也不清楚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俩就是吃霸王餐的。放你妈的狗屁！林总他用得着吃霸王餐？林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这里用餐，手下人不认识您，多有冒犯，请林总大人有大量，莫要怪罪。不知者无罪，但他们说我是骗子，要来这里吃霸王餐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我知道了，把他们全部给我轰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们是来消费的客人，客人就是上帝。你敢撵我们出去，我就去投诉你们！还站着干什么？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？拖出去，把他们全部拉进黑名单，以后不准再来本餐厅用餐。放开我！我要投诉你们餐厅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舅舅，你给他们说呀，这两人是骗子！林总，您看您还有什么吩咐？餐厅经理听信亲戚的一面之词，不经查证就要撵顾客离开，你就是这么管理的？你被开除了！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次吧！我为餐厅出过力，你不能开除我！林总，您看，下去吧。是。老板，这林总什么人啊？您这么怕他？这位可是星辰集团的总裁林冷秋，就是那个市值万亿、光流动资金就上千亿的星辰集团。只能怪老刘倒霉，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到他头上。那要不回头偷偷把他招回来？招个屁！要是被林总知道，餐厅还要不要开了？去，重新招个新人。是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哎呦喂，我的腰啊！该死的贱人，我和他们俩没完！妈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倩倩，你不说你舅舅是餐厅经理吗？老板怎么不站在他这边，还去信那两个骗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给我舅舅打个电话，这里头肯定有误会。活见了鬼了！这餐厅老板对那两个贱人那么崇敬就算了，居然还叫什么林总？他哪点长得像总裁？我都说了，不要再去找人家麻烦，你非不听。我是你老婆，她是你老婆，现在我挨打了，你居然还说我不对？你这婆娘真的不要讲道理！
都是你把儿子教成这样，忘恩负义，利己主义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，难不成等别人欺负他头上来吗？倩倩，你舅舅怎么说？我舅舅说他被开除了。怎么会被开除了呢？老板说我得罪的是星辰集团的林总，所以把他开除了。星辰集团的林总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俩贱人假冒林总，所以才能在这餐厅骗吃骗喝。之前弄一堆假货来骗婚，现在还敢冒充林总骗吃骗喝，这俩人简直胆大包天。有没有可能他们的身份是真的？那可是市值万亿、全国排名第一的星辰集团，这种身份的大人物，女儿肯定是知书达理、温文尔雅，怎么可能像许玉那么粗俗？哼，妈说的对，人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平时连出行都脚不沾地，怎么可能会跑来咱们家公司上班，还到处去谈业务？她哪受得了这种苦？是吗？妈，我说了，你如果不同意婚事，我是不会回去继承集团的。我觉得这两骗子害我这么丢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阿姨，你不会是想找餐厅老板举报吧？他们既然敢骗，肯定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老板不会相信我们的。不，我要去找林总举报。林总，咱们下午不是要去见星辰集团的林总吗？等见到林总，我就把这俩母女一起举报了，到时候林总肯定会出手教训他们。到时候说不定林总念在咱们举报有功，还能把锦绣家园的项目继续交给我们做。倩倩真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事不宜迟，咱们快去星辰集团等着吧。看看，这才是大集团。那俩骗子居然还敢装成星辰集团的高层，怕是连这大厅都没进来过。等待会儿举报后，林总肯定会把他们抓来。真想看看他们求饶时的表情。哼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，一定要把他们送进去坐牢。对了，你朋友那边联系谢大师公司还没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和阿姨您说。你好，我想见你们集团的总裁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抱歉，没有预约，总裁不临时会客。我们可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向林总汇报，误了事儿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保安！混账！我们是你们集团的合作方，找林总有要紧事。看看那边。我们真的是合作方啊，合同就差林总签字了。我是林总弟弟，他说所有合同都给我做。林总对我一见钟情，说要把公司送给我。这些全是想混你公司的，你们这种骗子我见多了。我们不是骗子啊！我管你那么多，再敢往公司里闯，见一次打一次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连林总的面都见不到，更别说举报了。儿子，你不是来过星辰集团吗？有没有办法联系上林总？妈，我送请帖的时候只遇见了林总的秘书。徐玉他妈肯定提前调查过，知道阿良哥哥你会请星辰集团的林总，这才收买了林总的秘书，假装成总裁。这贱人真有心机，连林总的秘书都在他身边，谁会怀疑他不是林总？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，这样才有可能拿回锦绣家园的项目，也能让他们受到制裁。但我们现在连公司都进不去，怎么才能见到林总呢？我有个办法。谢大师，您不是要去参加婚礼吗？林总打电话说婚礼取消，我就过来了。不结了？林总的女儿可是真正的豪门千金，谁能娶到那是祖坟冒青烟啊！居然说不结就不结了。具体我也不清楚，等鉴定工作处理完，我还得亲自去星辰集团送准备好的礼物。明白明白，我这就带您过去，争取快些出结果。谢大师，辛苦您特意跑一趟。要鉴定的东西在哪儿？都在这儿呢。这都是你带来的？这枚玉佩是鉴定师傅带来的，我带来的是这2箱首饰。谢大师，这枚玉佩碎得太厉害，只能请您来鉴定了。这是谢大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当时仅流传1枚的龙纹玉佩，市场价值至少10个亿，是谁把它弄成这样的？谢大师，
这玉佩真值10个亿啊！谢大师，你确定没有看走眼吗？哼，你们在质疑我的鉴定能力吗？这玉佩我花了4、5年去研究，当初听说是被某个收藏家买走了，怎么会被损坏成这样？听说是被人踩碎的。那人恐怕肠子都得悔青了。10个亿啊，一辈子都赚不回来。必须上报，损坏文物可是重罪，绝不能姑息。是，我马上把结果上报。谢大师，这就是那批仿造咱们的设计品，需要您验证后给出鉴定书，然后我就去报警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再让法务起诉。这不是之前我给林总女儿专门做的嫁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哪儿来的？我一个朋友结婚，未婚妻他妈拿来这堆首饰，说是您亲手设计，我一眼识破了，连大师您特有的标志都没做对，这造假造的也太没水平了。你那个朋友姓陈，叫陈良，大师您也听说过他？呵呵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亲自走一趟。谢大师，你要亲自去拆穿他们。好，我现在去给我朋友打电话。刘小姐，你费尽千方百计找到我，应该不是想让我帮你进星辰集团上班吧？周经理说笑了，其实我仰慕贵集团总裁已久，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。见总裁？想和贵集团合作的人太多，我家根本排不上号，所以只能拜托周经理帮忙。集团有规定，这样做属于违规。我当然不会让周先生白费精力，这张卡里有5万块，全当周经理的辛苦费。你看错人了，我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做这种事。我再加5万。你看人真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赶紧走！干什么？这是公司新的合作方，懂不懂？赶紧放行！抱歉，几位快请进。谁都敢拦，没眼力劲儿的狗东西！这里是高层的办公区，走廊尽头就是总裁办公室。这就是星辰集团啊，比咱家公司大多了。你们等一会儿，我先去帮你们预约时间。辛苦周经理了，待会儿见到林总，切记2件事：曝光那2母女，想办法把锦绣家园的项目拿回来。阿姨放心，我一定让那2母女死无葬身之地。详细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肯定能说服林总。预约好了，林总现在刚好有空，直接进去吧。进来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完了，他真的是星辰集团总裁！我早就说了，让你们别那么过分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阿姨，这2人肯定是私闯进来的。堂堂总裁女儿嫁人，怎么可能集团内一点风声都没有？楼下那些员工甚至都不知道总裁女儿结婚。你们这是骗吃骗喝不够，还想来星辰集团骗钱是吧？准备的还挺充分，想骗我没那么容易。死骗子，竟然敢偷偷溜进总裁办公室，今天你们谁都走不掉。好，很好，还倒打一耙上了。今天走不掉的是你们。你们老实交代，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胡说八道！我们早就和总裁有预约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跟我有预约？装模作样，真把自己当总裁了？这一层没有高管通行证进不来。说，是谁带你们溜进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可是星辰集团，你还能做什么不成？谁安排你们进来，我就开除谁。死到临头了还在装，我告诉你，马上有人能拆穿你们身份，我看你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哼。周经理，有人假冒总裁溜进总裁办公室，我帮您抓住他们了，你快带人过来。等星辰公司的人到了，看你们俩还怎么嘴硬。
林总，好久不见，冒昧上门打扰，还望林总见谅。何总、张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婚礼取消了吗？想着来问问林总发生了什么。咱们3家这些年合作不少，于情于理都该过来探望探望。这不是听说婚礼取消了吗？想着来问问林总发生了什么。咱们3家这些年合作不少，于情于理都该过来探望探望。又是哪儿找来的演员？你倒是准备齐全，连合作方的冒牌货都找好了。好大的胆子！不但冒充总裁，居然还找人冒充合作方！混账，竟敢对北省首富不敬！北省首富张铁龙张总，那这位是？这位是南省首富何东来何总。林总，这位是？他就是玉儿的前未婚夫。哼，原来就是你欺负林总的女儿。枉我先前还以为你们陈家是个不错的合作方，从今日起，北省与陈家合作的业务全部取消。我也听说了，当众羞辱许小姐，还强行索赔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今日起，南省与陈家业务合作也全部取消。两位，这件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其实阿良哥哥，别怕，他们还真能取消合作不成？你什么意思？前脚被我们质疑总裁身份，后脚南北省首富就来了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俩人肯定是假冒的。前脚被我们质疑总裁身份，后脚南北省首富就来了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俩人肯定是假冒的。我张铁龙纵横商场多年，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我是假冒的。哼，可笑！你们陈家人根本就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地之大。倩倩，别乱说话，这可是南北首富。他们说自己是就是了。我们有人见过首富长什么样吗？哼。两省首富平日深居简出，而且不接受采访，就算是新闻上都没有他们的照片，随便找2个人都能冒充。差点又上当了，连两省首富都敢冒充，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果然和徐总说的一样，自私短视，愚昧无知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个死骗子！没想到你居然跟这些人同流合污。我妈说的对，这些年你到底骗了我多少事情？一个只知道听你妈话的白痴，根本没资格让我骗。警告你，收回侮辱我母亲的话。私闯集团殴打张总，加上恶意损毁我家的家传玉佩，一旦起诉，你们全家牢底坐穿。所有的事情全都是因为你妈。我妈她都是为了我好，你凭什么诋毁她？我懒得和你说。你少在这转移话题。你们居然找来南北首富的冒充者，肯定是想炸劫星辰集团。那是为了许小姐结婚准备的千年南海珊瑚，赶紧给我放下！什么狗屁南海珊瑚，我看就是地摊上买的假货。放屁！你仔细看看，证书都还在礼盒里。弄个假证书还不简单？真没看出来，你们居然还是团伙作案，提前准备这么多道具。要不是倩倩拆穿你们真面目，我陈家的家产真就被你们骗到手了。让你们骗！这株珊瑚树价值3000万，等着赔偿吧！要我赔？行啊，我今儿给你们都砸了！你想干什么？妈，给你。混账！连我的东西都敢抢！快给我放下！那是前朝的佛像，市场价值5000万，摔坏了你陈家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动不动就几千万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我倒想看看。你怎么让我陈家倾家荡产？阿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妈！来人！居然动手打人！你们根本就是黑恶势力组织。等林总到了，我让他报警，把你们所有人都抓起来。用不着你报警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还要起诉你们，等着蹲局子吧。刘总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谢大师听说有人仿造他的作品，决定亲自前来拆穿那些骗子的真面。谢大师，我是刘倩，之前合作时咱们见过。这些仿制品是他们送的？没错，这2人为了骗婚，拿这些假货当嫁妆，幸好被我发现了。刘总通知我以后，我立刻马不停蹄地赶过来，就为了抓这些人一个现行。死骗子，
赶紧交代你们这些假货是从哪儿来的，否则今天谢大师饶不了你们。我说过了，这套首饰是你们谢大师亲手设计，送给我女儿的贺礼。放屁！当着谢大师的面还敢撒谎！谢大师，您别生气，我一定维护公司的名声。这些人用些歪门邪道的手段，利用谢大师的名声使图骗婚，还伪造假钞、房产证、车钥匙，简直无法无天！给我住口！谢大师，你打我干嘛？打的就是你！谢大师，我这不是在维护公司利益吗？身为公司经理，你竟然分辨不出来真假，难道不该打吗？身为公司经理，你竟然分辨不出来真假，难道不该打吗？您的意思是这些首饰是正品？不然呢？谢大师，您再仔细看看，会不会是您看错了？每一件饰品都是我亲手所做，我还能看错？这些饰品都是真的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得让阿玉守那规矩，我早和阿玉结婚了。这些首饰、车子、房产都是我的。哼。阿良，说不定这些首饰都是他们偷来的，不然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，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？他肯定是骗子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要自欺欺人吗？我跟谢大师合作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好友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欺骗谢大师，就为了假装星辰集团总裁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欺骗谢大师，就为了假装星辰集团总裁？林总，实在抱歉，我管理不善，给您带来麻烦。这不怪你，是这一家人自私自利带来的恶果。今日过后，我要陈家从本市除名。我不信，你们肯定是假的，哪有豪门会装成普通人，在外头吃那么多苦？郑经理，你看看这些骗子，他们装成贵集团总裁，还找了这么多同伙，想骗贵集团的财产啊！林总，就是你把他们带进来的。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贪财把他们带进来，求求林总放过我吧。真的是林总，许玉也真的是林总的女儿，我都错过了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，把她带下去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林总，这都是误会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马吧，我马上同意他们俩的婚事。保证阿玉嫁过来，绝对什么活都不用干，我们全家人都好好伺候她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挑拨我和儿媳妇的关系，给我滚！你们之前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现在还想娶我女儿？做梦！阿玉，你看在咱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晚了，我们早就已经恩断义绝。我告诉你，手机里有我们这些年的私密视频。你要是不想身败名裂，最好乖乖放我们走。你既然做这种事，畜生！还是儿子你聪明。我就2个要求：星辰集团的1半股份，你女儿嫁给我儿子，好好伺候我们一家人，这视频就不会出现在网上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初才会看上你。警察同志，都听见他们的话了吧？你们涉嫌恶意毁坏他人财物，妄图非法传播他人隐私，贿赂集团高层，窃取集团机密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带走！你们干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